死了丈夫的女人为了能够养活3个孩子，甘愿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恶魔，以此来换取小饭店的生意兴隆。她必须听从恶魔的命令，否则家里人都要死。就这样过去了10年。长大后的大儿子不听话，总是和他作对，甚至离家出走去打工。二女儿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被一头猪给拱了白菜。最近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差，孩子的学费都快交不上了。这天晚上，小儿子准备下楼喝水，看到厨房有一个长发黑影，下一秒黑影就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吓得他躲进屋内不敢出来。第二天饭店也出了事，客人刚买的饭菜里面都长了蛆虫，明明是刚出锅不到1个小时的东西，却变得腥臭无比，只能全部倒掉喂狗。赛卡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开车来到乡下找当初给他做恶魔附身仪式的巫师，没想到巫师在今天下午突然暴毙了。就在他瞻仰仪容时，突然巫师的嘴巴微微张开，赛卡还以为是回光返照。就在他准备把棉花重新塞回去的时候，巫师竟然睁开了眼，看着情况估计是死不瞑目。就在赛卡伸手给老人闭眼的时候，尸体突然起身，一口老血吐在了他的身上。深夜，小儿子正在家里看着撒旦的奴隶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他刚想去开门，脚底一滑，摔在了地上。抬头看去，门口站着一个恶魔般的黑影。他戴上眼镜，再次看去，黑影变成了妈妈。可今天的妈妈看起来很奇怪，理都不理他就上了楼。他刚追到楼上，一张大脸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小儿子赶紧去找姐姐，告诉他妈妈今天有点不对劲。就在这时，楼下又响起了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这次才是真妈妈。Bilang ibu udah pulang. Itu ibu. 姐姐觉得这小子一定是恐怖片看多了，又在自己吓自己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赛卡的身体莫名的抽搐起来，瞳孔猛然放大，整个人直挺挺的坐立起来。边上的柜门突然打开，从里面爬出来一个恶魔。赛卡的身体慢慢漂浮起来，喉咙像是被人给卡住，无法呼吸。一股怪力把他扔向天花板，再重重的摔在地上。好在这只是一场噩梦。第二天，他开车来到店里，邻居都问他为什么不开门做生意。他下车一看，店门口满是恶臭和垃圾，店内也坐满了吃饭的客人，可这些客人看起来却不像人，活脱脱的饿死鬼投胎。他意识到这些人都是恶魔。Alhamdulillah, hari ini teh warungnya rame. 赛卡被店员罗迪亚给拍醒过来，转头看去，店里连个鬼都没有，就连收到的饭钱都变成了树叶。为了驱除身上不干净的东西，他们找到了一个萨满巫师，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生辰八字之后，巫师开始做法驱邪。没一会，赛卡就晕了过去。巫师本以为驱邪完毕，没想到赛卡体内的恶魔占据了意识，并控制了他的身体。wangi saha maneh tong pipi luwun teu hayang bae. 恶魔只是稍微声音大了一点，就把巫师给震得吐血。显然这不是他能够对付的力量。没一会，恶魔再次沉睡过去，但巫师也发现了霍乱的问题所在。赛卡一定和恶魔进行过某种交易。恶魔之所以出来作乱，一定是给恶魔提供贡品的巫师已经死了。如果不能及时驱邪，他的家人也会遭到报复。除非是把恶魔放进他体内的巫师，他的直系血缘亲属之人，或者是拥有更高巫术的人，才能把恶魔驱除。Sekarang kamu pergi, pergi dari sini. Indonesia. 赛卡带着罗迪亚夫人来到老巫师的家中，想要找到他直系血缘的亲人，可老巫师的后人都搬离了这里。就在这时，镜子中有黑影闪动，恶魔出现在了赛卡的身后。晚上，赛卡回到家中，整个人像是丢失了灵魂。小儿子害怕的躲在后面，他看到恶魔就跟在妈妈的身后。Lihat ada yang ngikutin ibu. Kenapa sih? Ada yang ngikutin ibu di belakang. Serem banget kak. Kamu hidup. Jangan ngomong macam-macam deh, jangan aneh-aneh. 回到家的赛卡径直朝着浴室走去，姐弟俩来到浴室门口，看到了可怕的事情。妈妈一直用凉水浇在自己的身上，手臂也像被烫过一样，全是水泡。Dok, tolong handuk buat ibu. 小儿子想给妈妈拿条毛巾，却怎么也拉不动。转头看去，恶魔就站在他的身后。Apaan sih? Bang, handuk doang kamu ah. 赛卡的身上像是被火烧过一样，浑身都是水泡。更严重的是，他吐出的都是黑血。女儿打电话给哥哥，想让他回来帮忙，可是他正在做祷告，没有接到妹妹的电话。赛卡的身体越发虚弱，弟弟也开始浑身抽搐起来，而恶魔就站在黑暗中看着他们。幸运的是，哥哥回了电话，让他赶紧去找罗迪亚夫人帮忙，他会尽快赶回家。可当大儿子赶回家时，房间内却没有妈妈和弟弟的身影。几人寻找到楼下，看到妈妈正在用冷水浇在弟弟的身上。那 panas, kudu dimandian. Ibu,
第二天，赛卡恢复了清醒，说出了一切的因果。在10年前，丈夫因意外去世，为了抚养3个孩子长大成人，她选择和恶魔做交易。老巫师为她做了可怕的献祭仪式，换来她小饭店的生意兴隆。如今是恶魔来收取灵魂的时候，可是她还舍不得3个孩子。小儿子突然发现了异常，恶魔已经来到了门口。Ada yang datang. 哥哥来到门口查看，这里没有任何人。突然房门被关闭，赛卡也被恶魔附身，发出瘆人的叫声，更是一把将女儿推到墙上。恶魔在房间内疯狂地砸东西，赛卡的身体承受不了恶魔的力量，变得浑身发热，痛苦地用脑袋去砸窗户。大哥用尽力气撞开房门，看到眼前的一幕都吓傻了。恶魔控制母亲正在用玻璃划开自己的胳膊，他想带弟弟妹妹逃离这里，却被恶魔追上，用玻璃扎在了妹妹的腿上。大哥被迫将母亲推回房间，关在了里面。第二天，大哥推开门进来，母亲已经被折磨得没个人样。兄妹俩给母亲清理好身上的伤口后，几人一起为母亲祷告祈福。可恶魔并没有因此远离，反而折磨得更加厉害。为了母亲不再受到伤害，不得已将她绑起来，更是找来更多的真主教徒一起为母亲祷告祈福，这反而激怒了恶魔。Gunana maneh kabeh ngayakeun pangajian jiga kieu. Sabab ieu kabeh bakal sia-sia. 其中一个信徒不信邪，还想要上去争辩，直接被甩到墙上，刺穿了脑袋。就在兄妹几人一筹莫展之际，罗迪亚夫人打来电话，她找到了一个道法高深的巫师，明天早上就来接他们去驱邪。就在当晚，罗迪亚回家的路上，恶魔直接找上了门，本以为躲到屋里就万事大吉，最后还是死在了恶魔的爪下。第二天早上，妹妹这里迟迟联系不上罗迪亚夫人，大哥来到她家里才知道，罗迪亚夫人昨晚死在了家中，死状别提有多惨了。女儿在清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纸条，正是他们要找的巫师地址，当即带着母亲驱车前往地址所在地。临近目的地时，已经是深夜时分，几人半路打算休息下，并把今天的祷告做了。弟弟一回头，看到恶魔又出现在母亲的边上，再一回头，母亲的肉身已经没了踪影。一行人分头去寻找，两位帮忙的人在不远处发现了赛卡的身影，此时的他已经被恶魔给侵蚀了意识。恶魔直接跳起老高，用竹竿给小伙来了个透心凉，另一人也没能逃脱被杀的命运。听到叫喊声的大哥赶到这里，只看到2人的尸体。就在他伤心之际，最后一个帮忙的人也被恶魔给勒死。Manette，此时的恶魔已经来到了弟弟妹妹所在的地方，两人还以为是自己的妈妈回来了，想要上去查看。恶魔直接对2人发起了袭击，逃跑途中弟弟不慎摔倒在地，被恶魔抓住一条腿就往后拉扯，妹妹拼命和恶魔争夺。这时大哥也赶了回来，一把将恶魔给推开，而他自己则被恶魔趁机抓住了脖子。就在他要被掐到窒息之际，一个男人出现，一棍子将赛卡给敲晕过去。这个人就是他们要找的大巫师。经过巫师的观察，母亲体内的灵魂已经消失不见，被恶魔灵体取而代之。巫师将圣水倒在3人手中，将圣水涂抹在眼睛上，果然看的母亲体内的是恶魔。想要把恶魔从母亲体内驱除，需要一个绿色的椰子，必须要是一棵只有一个果实的椰子树。第二种需要的是给母亲召唤恶灵的巫师坟墓上的泥土，并且今天晚上就要找到这2样东西。大哥准备独自去寻找，让弟弟妹妹看好母亲的肉身。临行前，巫师给了他一瓶圣水，危险的时候可以救他一命。大哥来到墓地，一眼就看到那个新坟，揭开墓碑上的白布，确认没错之后，就准备装一捧坟土。这时耳边响起了老巫师的声音。大哥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没有理会，可是手中的坟土似乎有1000斤重，怎么都拿不起来。低头看去，坟土上爬满了蛆虫，眼前也出现了无数的死尸，将他围困在中间，每一个都面目狰狞，无比瘆人。眼看这些死尸就要把他围困在这里，他掏出巫师给的圣水，一点点倒在坟墓之上，周围的死尸瞬间消失不见。大哥赶紧抓了一把坟土离开这里，可是他找遍了整个镇子都没有找到绿色的椰子，更别提一个树上只结一个果的椰树。就在他沮丧之际，母亲的灵魂出现在他的身前，跟随着母亲的灵魂，他找到了那个特有的椰树。恶魔似乎感应到了危险，开始不断的挣扎，好在有巫师在这里坐镇，一时半会他也无法脱困。恶魔想要伤害姐弟俩，被巫师一棍子给打飞出去，手掌也被木棍给扎穿，但这也激怒了恶魔，一脚将巫师给踢飞到了墙上。眼看恶魔朝着姐弟2人走去，巫师掏出自己压箱底的大宝剑。不得不说，这巫师还是有点本事的，但也只是有点，最后还是被恶魔所伤。恶魔再次飞扑到他的身上，更是一口咬在了巫师的手臂。他使出全部的力气将恶魔给甩飞了出去。眼看恶魔没了动静，巫师大胆地走上前去，没想到这是恶魔的诡计，一个不注意被恶魔压在了身下，身上的肉也被撕掉了一块。
本想用大宝剑抵挡下，却被恶魔一口咬住剑身，并划开了他的胸膛。眼看恶魔就要杀害姐弟俩，小儿子一声妈妈的叫喊，唤醒了母亲体内仅存的意识。Bu, Jody sayang sama ibu. Ibu sayang kan sama Kak Retna, sama Dodi, sama Kak Dani. 可恶魔再次控制了身体，举起大宝剑就要杀了眼前的两人。这时大哥及时赶了回来，大哥这边拖住恶魔，巫师趁机将椰汁倒在手上，向着恶魔的后背洒去。身体的痛苦让恶魔把大哥给甩飞出去。巫师瞅准机会再次抛洒椰汁，恶魔控制的身体开始抽搐起来，最后倒在地上再也无力折腾。巫师将剩余的椰汁倒在兄妹三人手上，让他们清洗母亲身体的四肢，配合信徒们的祷告，恶灵最终被驱逐出去。可母亲的身体受伤太严重，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去。兄妹三人继承了母亲的小饭馆，这也是母亲唯一留下来的东西。但恶魔并没有消失，而是附身到了妹妹的身上，欠恶魔的债终究要偿还。